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要跟大家分享2025年1月份台湾的美债以及债券 ETF 的除息懒人包。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联准会的最新消息。好，那我们先来看美国的最新经济数据。那这个数据是美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ore CPI。那它在1月15号的公布值是 3.2%， 是低于前值以及预测值的 3.3% 哦。那从这边可以看到，美国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是有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拉到2024年8月份以来，其实这个 Core CPI 是没有什么变动的哦。那另外一个数值则是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那 CPI 跟 Core CPI 差别在于 Core CPI 它是扣除了能源以及食物这种比较波动性较高的因素，所以 Core CPI 更能反映长期的通膨趋势。那 CPI 在1月15号的公布值是来到了 2.9%。那你从这边也可以发现到 CPI 在过去这4个月它的数值是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那综合以上这两个数据，那我们来看联准会的官员对这些数据他们的看法。那这位联准会官员是奥斯坦古尔斯比，他在2025年是具有利率投票权的。那他看到上面的这些数据之后呢，他就马上发表了一个线上的讲话。他表示呢，通膨趋势有继续改善的一个状况。那他对2025年仍然非常的乐观，认为经济还是可以软着陆。那他所说的通膨趋势有改善，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 Core CPI 它比预测值的 3.3% 还要低，因为它降到了 3.2%。如果你拉长到半年来看， Core CPI 跟 CPI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哦。那他又表示，利率仍然高于中性利率，不会对经济造成压力，也不会刺激经济。那接下来他又被问到，对川普总统之后上任，他可能会提出的关税政策还有限制移民，他们联准会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那古尔斯比就回答，如果国会和总统开始起草会提高价格的政策，那他们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政策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开的。他所说的政策就是利率政策跟总统的财政政策。他认为这两个政策应该要互相协助，不能个别操作，要不然会使我们得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好了，联准会官员讲完这段话之后呢，我们马上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对利率的预期。那首先是2025年1月29号，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预期利率会保持不变，会维持在 4.25% 到 4.5%。那最快的一次降息应该会落在2025年的5月7号，大概会落在 4% 到 4.25%， 也就是降息1码。那到年底的时候呢，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是蛮乐观的，认为还会再降1码，会来到 3.75% 到 4% 之间。好，那以上就是美国的经济还有联准会以及利率的最新消息。那这边 Kevin 的看法是，你可以发现到2025年现在市场上预期降息的幅度已经明显的放缓了。如果你还是想要赚债券降息所产生的价差，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呢，你应该要进行一个斟酌。你可以像我一样，我一直在频道当中一直重复的提醒，我自己的话呢是投资短期的美国公债，持有到期拿回本金，那我就可以固定获得这些报酬。而且呢，这些短期的美国公债大概就是3到6个月到期，所以呢，我的资金的流动性还是非常的高。再去加上自2022年以来，美元兑换新台币的一个汇率呢是持续的走扬。现在1美金可以兑换33块新台币。那我投资的这些短期的美国公债，在过去这几年都每年给我平均带来了 10% 的报酬率哦。那大家也知道，美国公债呢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标的之一。那投资这种商品还能获得每年 10% 的报酬率，那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投资美国公债呢？我会将它的影片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观看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台湾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1月份的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总共有6档 ETF 会进行除息，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以及股价我都放在上面这一边。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现在是1241亿。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来到了858亿。那受益人数最多的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64205人。那第二名的则是 0092B 的台新
新美 A 公司债20加 ETF。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 ETF。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950B 的凯基 A 级公司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6.2%。那除息频率的话，现在是有4档 ETF 是属于月配息的。那 00777B 呢，它是从季配息改换成月配息哦。那1月份这次配息出来的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46B 跟 00789B， 因为这2档 ETF 它们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如果你单纯只要看月配息的话，那基本上这几档 ETF 它们相差都不大，大概是 0.4% 到 0.5%。那近世纪累积殖利率最高的是 00777B 的凯基 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5.2%。那填息天数跟存续期间我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这几档 ETF 当中，只有1档 ETF 是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其他 ETF 都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保管银行还有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在1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在1月份除息的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总共有9档 ETF。那一样，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挂牌日期还有股价我也放在上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2564亿台币。那第二名的就相差蛮多的，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1494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多的也是 00937B， 它是来到了330221人。那第二名的 00720B 它只有122260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内扣费用是 0.24%。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959B 的大华头等美债 15Y 加 ETF， 这档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6.6%。那除息频率这几档 ETF 只有2档 ETF 是属于季配息的，其他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哦。那1月份的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当然就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 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的1月份殖利率是来到了 1.8%。那 00720B 也有 1.4% 哦。那其他的月配息的 ETF 相差就不大了，是落在 0.4% 到 0.5% 之间。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9%。那填息天数跟存续期间我都放在下面这边。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这几档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哦。那保管银行还有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的金融以及银行债券 ETF 在1月份的除息懒人包。那这次总共有9档的金融债券 ETF 会在1月份进行除息，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以及股价我都放在上面这边。那这几档 ETF 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988亿台币。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24B 的群益投资级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986亿台币。那这2档 ETF 他们的资产规模相差不大。那有一档 ETF 要值得注意，那就是 00790B 的富华次顺位金融债 ETF， 它现在的资产规模已经小于2亿台币了，可能会面临下市的风险哦。那收益人数最高的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是来到了123460人。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78B 的凯基金融债20加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 0.25%。那平均票息率最优异的是 00834B 的第一金金融债 ETF。那除息频率有4档 ETF， 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分别是 00773B、00778B 还有 00933B 以及 00958B。这4档 ETF 它们是属于月配息的，其他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那1月份殖利率最高的是 00842B 的台新美元银行债 ETF，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1.5%。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 ETF， 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6.4%。那填息天数跟存续期间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除了3档 ETF 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之外，其他的 ETF 都有。那没有收益平准金机制的是 00785B、00834B 以及 00842B。那保管银行还有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各产业类型的债券 ETF 在1月份的除息表。那因为产业很多，所以我全部都放在下面这边。那这边还有包含非头等债 ETF 也在里面哦。
那他们的股票代号、基金名称、还有挂牌日期以及股价，我都放在这边。那这几档 ETF， 他们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72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579亿台币。那这档 00953B 的群益优选非头等债 ETF， 它成立至今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它现在的资产规模已经来到了178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高的是 0072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 ETF， 它是来到了19931人。那如果你要看非头等债的话，最高的是 00953B， 它是来到了30981人。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非头等债 ETF 在过去这1-2年他们的绩效可以说是美债以及债券 ETF 当中最优异的一种，但这是因为过去这2年联准会的利率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状况，再去加上过去这2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所以非头等债它不仅没有违约，还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利息，这才使得非头等债他们的投资绩效比较优异哦。但是如果2025年或者是2026年你认为会发生经济衰退的话，那非头等债 ETF 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最低的是 00722B 以及 00723B， 他们是 0.26%。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853B 的群益优选非头等债 ETF， 它的平均票息率是来到了 8.3%。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除息频率。如果你是属于产业类型债券 ETF， 只有一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就是 00890B 的凯基 ESG BBB 债15加 ETF，它是属于月配息的，那其他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那非头等债 ETF 的话，只有一档 ETF 它是属于季配息的，那就是 00727B 的国泰优选非头等债 ETF， 那其他 ETF 都是属于月配息的。那1月份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22B 的群益投资级电信债 ETF， 还有 00782B 的国泰 A 级公用债 ETF， 以及 00788B 的元大10年 IG 电能债 ETF。 那这3档 ETF 都是属于个别产业债当中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但是如果你要看非头等债 ETF 的话，最优异的是 00727B 的国泰优选非头等债 ETF，它是来到了 1.4%。 那累计4季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890B 的凯基 ESG BBB 债15加 ETF， 它是来到了 6.1%。 那非头等债 ETF 当中最优异的则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2%。 那填息天数、存续期间以及保管银行除息日期我都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只有4档 ETF 他们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其他 ETF 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那这4档 ETF 分别是 00750B、 00782B 还有 00788B 以及 00727B。好，最后我们来介绍台湾的美国公债 ETF 在1月份的除息表。那这次总共5档美债 ETF 会进行除息，那他们资产规模最高的是 00931B 的统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来到了343亿。那受益人数最高的也是这一档，它是来到了64482人。那平均票息率最高的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来到了 4.5%。那除息频率的话，这些美债 ETF 都是属于季配息的 ETF。那如果你想要投资月配息的美债 ETF 的话，现在也有这档 ETF， 只不过呢它现在还没有开始配息。那一档 ETF 就是 00967B 的元大优息美债 ETF。 那这档 ETF 呢，它是属于月配息的美债 ETF， 它会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开始除息哦。好，那1月份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19B 的元大美债1到3年 ETF， 它是来到了 1.1%。 那累积4季殖利率表现也是这一档最高，它是来到了 4.5%。 那填息天数跟存续期间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只有 00931B 它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其他 ETF 没有。那保管银行跟除息日期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哦。好，那关于以上这些资讯的表格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当中。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咯。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想到当初年初的时候1个月顶多配10几档而已，我现在都30-40档起跳，害我做这个主题做得好累。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